你想一想，一场很大的古代战争，几万个士兵的生和死，还有非常复杂的打仗计划，居然可以变成短短的4个字，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，对吧？但在中国，人们每天都在用这样神奇的词语。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入探讨。这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开场。其实你看我身后的背景，就是这间古色古香的书房，墙上挂着的这几幅中国书法，它们给人的感觉也是用很少的字表达非常美的意思。这和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有着非常深的联系。哇，难怪你今天换了这个背景，太有气氛了。说实话，我最近一直在看你在 Reddit 语言学习社区收集的资料，还有几份成语教学指南，以及新华网刚刚发布的2024年度汉语热词。很多像你一样在努力学习中文的朋友，常常觉得中文里的成语就像一本永远解不开的密码本，对吧？没错，哈哈，就是觉得太难了。所以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帮你轻松解开成语的秘密。其实啊，只要掌握了背后的逻辑，成语不仅不会成为你的负担，反而会成为你说话时最好用的工具。好，那我们来拆解一下。我读资料的时候啊，脑子里一直有一个巨大的疑问，就是到底什么是成语？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喜欢用4字词语？为什么不是3个字，也不是5个字呢？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。从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资料里，我们可以找到线索。这背后其实有一个很现实的历史原因。在古代中国，纸还没有被发明出来，人们写字是写在竹简上的。竹简就是把字刻在一条一条的竹子上吗？对，就是竹子。你想想看，把字刻在竹子上非常费时间，而且竹子非常重，带在身上肯定很不方便。没错，又重又贵，所以古人必须极大的节约空间。他们必须用最少的字表达最多的意思。慢慢的，他们发现4个字的组合是最完美的。原来是为了省地方和省钱啊！哈哈，是的，而且4个字两两对称，读起来很有节奏，非常符合中文发音的美感。这太有意思了。资料里说，成语是一种固定的短语，这让我想到一个比喻，就是学习成语不能像玩普通的积木那样随便拆开，它更像是什么？像是用强力胶水死死粘在一起的类高模块，你必须一整块拿来用。哇，这个比喻非常精准。这里面最引人受弱的是，你可以把这一整块乐高直接放在你的句子里，但是你绝对不能把它拆开，更不能随便换掉里面的任何一个小零件，不然整个积木就碎了，对吧？资料里举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，任重道远，任务很重，道路很远。在现代中文里，道和路是一样的意思，但是如果你说成任重路远，中国人听了就会觉得非常奇怪，就像乐高积木上突然多出来一个不匹配的角，对不对？完全正确。既然成语不能随便拆开，这就给学习中文的朋友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挑战。我们在 Reddit 语言学习社区里看到，很多学习者都在抱怨。我完全能体会他们的痛苦。很多网友说，他们每天拿着几百张单词卡片，就是那种 flashcards， 死死地背着4个字的意思。结果呢，一到真正说话的时候，还是不知道该怎么用。单纯只用记忆卡片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做法，因为成语是语言的活化石，它们背后的文化才是理解它的关键。如果你只背卡片，很容易变成一个乱用成语的老外，哈哈。对，所以 Reddit 网友给出的真实建议非常有效。他们说，不要只用卡片了，最好的方式是去阅读，去看现代的中国电视剧，去听新闻。这就好像学游泳，你不能只在岸上看一本叫《怎么游泳》的书，对吧？你把动作背得再熟也没用，你必须跳进水里。没错，你必须跳进真实的中文环境里，多看剧，多听别人说话，在自然环境中听到他们，你才能真正掌握。放到真实的语境里去观察，才是学习成语的捷径。为了让你，也就是正在听节目的你，立刻感受到这种自然环境，我想试着把你刚才说的理论放在几个最基础、最实用的日常成语上。
我们来看看第一个，人山人海。人山人海，这个字面意思很简单，人像山一样多，像海一样大。那什么时候用呢？在真实生活中，比如你周末去坐地铁，或者去一家很火的餐厅吃饭，看到到处都是人，连走路的地方都没有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感叹，哇，这里真是人山人海。哇，非常有画面感。所以如果一个很大的房间里只有10个人，你是绝对不能用这个词的。对，必须是非常拥挤、人极度多的情况。明白了。那第二个词是废寝忘食。我们拆开看看，废就是放弃，寝是睡觉，忘是忘记，食是吃饭。不睡觉，不吃饭。听起来很极端，对不对？是啊，这人不要命了吗？但它其实是一个用来夸奖别人的词。当你看到一个人为了准备重要的考试，或者为了完成公司的大项目，极其专心、非常努力的时候，你可以说他学习或者工作废寝忘食。哇哦，那如果这个人最后考试通过了，项目也成功了，我可以说他心花怒放，对吧？心里的话全开了，形容非常高兴。用得非常准确，这3个词在日常对话中特别常用。但是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。最有趣的地方来了。我阅读了富平县政府网站的一份关于规范用语的资料，这份资料让我大吃一惊。原来不仅是学习中文的朋友会觉得成语难，很多中国人自己也会用错成语。哈哈，是的，连母语者都会掉进陷阱里。成语的字面意思往往具有欺骗性。我看到最典型的一个错误例子就是万人空巷。万是1万，人是人，空是空的，巷是巷子、街道。我刚看到这4个字的时候，心想1万人都不见了，巷子里全空了，这肯定是说一个人都没有，非常安静。绝大多数用错这个词的中国人也是像你这样猜的，但实际上它的真实含义完全相反。真的吗？相反？对，万人空巷的意思是所有的人都从家里的巷子跑出来了，他们跑去大街上庆祝或者去看热闹了，所以巷子空了是因为人都挤在外面，它其实是形容极度热闹的盛况。哎呀，这太有欺骗性了。如果你不知道它背后的逻辑，你绝对猜不到。资料里还提到了炙手可热，炙就是烤，手是手，热是热。我经常听到有人说，这款新手机现在真是炙手可热，就是说它很流行。这也是一个经常被中国人用错的成语。在历史上，那个炙手可热原本是形容一个人权力太大，气焰非常嚣张，就像一团火一样烫手，让人不敢靠近。它其实是一个带有贬义的词。权力大到烫手，原来如此。所以作为学习者，如果你偶尔用错了1、2个成语，真的完全不用害怕，连中国人自己都需要不断学习呢。确实如此，它们具有整体性，不能仅仅把4个字的字面意思加起来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了解成语的背景。说到背景和应用场景，我看到香港职场网站 CT Good Jobs 的资料里讲了成语在职场沟通中的运用。在公司开会，大家都赶时间，如果你想表达 to make a long story short， 你可以直接用中文说长话短说。长话短说，非常实用。还有，如果想直接进入正题，不绕弯子，可以说开门见山，推开门立刻就能看见山，没有任何遮挡，沟通效率非常高。这些职场成语很直白，但很多成语之所以流传下来，是因为它们背后有很深的历史故事。这正是我最期待的部分。CLI 的那份资料里讲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历史典故，叫破釜沉舟。但是我当时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满脑子都是问号。我们先用基础词汇来看看这4个字。破是打破，釜是古代做饭用的锅，沉是弄沉，舟就是船。对，这就是我不明白的地方。故事发生在公元前207年，著名的项羽将军带着他的士兵过河去和强大的敌人打仗。
过了河之后，他竟然命令士兵把做饭的锅全打破了，把过河的船全弄沉了。这听起来是一个极其糟糕的决定啊！没有锅怎么吃饭？没有船怎么回家？从常理来看，这确实像是个不要命的做法。但如果我们把它和更大的背景联系起来看，你就会明白，面对数量远远超过自己的敌人，如果士兵们心里想着打不赢我们还能坐船逃跑，那他们肯定不认真打，肯定会输。没错儿。所以项羽通过打破锅、弄沉船，向所有人传达了一个强烈的信息：我们没有退路了，只有胜利或者死。这就像是自己把自己的退路完全切断，非常有画面感。这种把人逼到绝境的做法，激发了士兵们最强大的勇气，最后他们真的打赢了。现在破釜沉舟用来形容一个人下定决心不留任何退路。比如你为了换一个全新的工作，辞去了现在很稳定的工作，这就叫破釜沉舟。哇，当我们知道了这个古代战争的故事，破釜沉舟这4个字就深深印在脑海里了。这比查字典有效100倍啊！这就是故事的力量。不过，语言不是静止的博物馆，它是不断进化的。这也让我产生了一个疑问：古代人把战争策略变成了成语，那么今天呢？我们每天都在上网，每天都在产生新词。也许几百年后，2024年的中国人在网络上使用的流行语，也会变成那个时代的古典成语呢？这个想法非常好。其实我们今天学的成语，在古代也就是当时的流行语。所以新华网刚刚发布的2024汉语骈典资料，把焦点转向了当今中国年轻人正在使用的新词汇。这份资料太吸引我了。虽然他们不是传统的4字成语，但他们是2024年最流行的话。我特别关注了其中一个词“班味儿”，班就是上班，味儿就是味道，加上一个儿化音。我很好奇，上班能有什么具体的味道？它指的并不是你能闻到的那种真实气味。资料理解是，这是指上班族工作疲惫的样子，用一种带点无奈又幽默的方式表达职场焦虑。就好像你每天挤地铁、加班，身上带着一种属于打工人的特有气息。哈哈，被工作腌制过的味道，这个词真的太传神了。是的，在这里我们要向听众说明一下，我们在聊这些反映社会心理的词汇时，是非常客观中立的。我们只是分享这些词的含义，帮助大家理解现代中国社会的语言变化，不带有任何评判色彩。没错，除了班味儿，还有一个中英结合的词 “city 不 city”。这个是一个非常火的现代流行语，用来形容一个地方是不是很时尚、很现代。另外，资料里还提到了精神内耗和偷感，这2个词听起来有点心理学的感觉。精神内耗就是形容人心里想的太多，自己消耗自己的能量。偷感是形容现代人在公共场合有时候不想被别人注意，只想偷偷做自己的事情，这都是形容现代人的心理状态。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？语言真的变化得太快了。我们从小小的儿化音班味儿里，能看到人们面对工作压力时，选择用轻松的调侃来让自己解脱。说得好，语言永远是社会心理的一面镜子，有什么样的生活感受，就会有什么样的语言。今天的美妙旅程真的太丰富了，我们从传统的人山人海、破釜沉舟，一直聊到了2024年最前沿的班味儿和 city 不 city。是的，对于正在努力学习中文的你，我希望你放下手中的单词卡片，去真实的生活中多听多看，自然地吸收这些词汇。对，下次当你和中国朋友聊天时，不妨试着用一个今天学的词，比如问他们你今天 city 不 city， 或者去逛街的时候说这里真是人山人海，看看他们会有多惊喜。没准儿他们会对你的中文水平心花怒放呢。那么在今天的探讨结束之前，我想给你留下一个有趣的思考。大家注意听哦。如果现在让你发明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全新的4字成语，用来形容你今天学习中文的心情，你会用哪4个字呢？是觉得太难了，所以头昏脑胀，还是觉得很有趣，所以充满希望？大家可以自己想一想哦。
这个挑战太棒了，大家可以在心里想一想。谢谢你的收听，希望你今天过得心花怒放。我们下次深度探讨再见。下次聊天再见。